我们不希望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一个国家里面。这个蜡笔小球，我认为他不应该被捕啊，他并没有辱骂任何一个解放军，他只是对整个事件提出了质疑。我认为不仅是他，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有这个权利。中国宪法自己讲的啊，我们有言论自由。您现在看到的这位正在说话的年轻人，名字叫做王靖宇。最近几年啊，他是海外媒体的一个宠儿啊。3年前啊，这王靖宇做了一件大事啊，轰动了海内外的媒体啊。话说啊，2020年的时候，中国啊跟印度发生了边境冲突啊。当时啊，双方用那个狼牙棒啊，互相互殴啊，结果互有死伤啊。这个消息呢，国内一直没有披露啊。但是到了2021年的年初的时候，中国的国防部出来说，在那次冲突过程中，中方的解放军呢也死了4个人，受伤了10几个啊。这个消息披露之后啊，很多网民都悼念啊，说这个解放军为国捐躯啊。结果这个时候，王靖宇呢在四川绵阳警情通报下面啊，他发评论。当然，他一开始也没用王靖宇的名字啊，他是用了一个网名啊。他发评论怎么说的呢？他说这个印度啊军人打得好，解放军把解放军打死，打得好，解放军死的太少了。他如果在现场的话，他也会去杀解放军。这话确实是有点这个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啊。所以这话说出来之后啊，很多人都怀疑这是不是中国人。这不是中国人吧？你是用中文发的，所以很多人说赶紧查一查，这是什么人发表这样的一个狂悖的言论呢？结果警察还真就介入了，因为他这个评论呢，就在四川绵阳的警方的警情通报下发的。那警察一查，就会查出来，发这个帖子的人呢，就是一个重庆的年轻人王靖宇，今年只有19岁。网民举报，网民 TSCB8在新浪微博评论区发表诋毁、贬损为国戍边英雄官兵言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核实，该网民系重庆市沙坪坝区19岁的男子王某，2019年7月至今旅居国外。然后呢，重庆的警方就开始介入了啊，就说要宣布对王靖宇进行拘留。由于他在国外了嘛，就宣布对他进行网上追逃。这消息传到海外，这王靖宇呢就说是这有什么呢？反正我也不回国了，对不对？你抓我，你有什么用啊？你能抓得到吗？然后紧接着他就讲，他说重庆市的警方开始对他的父母进行折磨。大概是在事发那天晚上的6点30分左右，有秦家岗派出所的3名警察以及穿着便衣的一共6名警察前往我重庆的住址，进去先把我的父母给使用手铐制服住，然后把我家里面放了个遍，把我家里面的台式电脑、我的 iPad 全部给收走了。然后他们先是把我父母带到派出所盘问了大概4个小时以后，把我父母先行放回了家。然后到了今天早上又把我父母抓走，然后晚上放回来，就这样折磨我的父母。我说就叫抄家，他们讲的叫正常搜查。他带走了我家的一个玉石，带走了我房间里面的一些外币钞票，而且没给我家人任何的扣押通知书，就是说要求我父母令我3天之内必须回国，否则会把他们刑事拘留。那你想想，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那很多海外媒体都纷纷关注啊，说是中共的迫害言论自由，对吧？于是美国之音、自由亚洲、BBC、美联社，啊，这个什么法广都开始采访王靖宇。这王靖宇这小伙子啊，这个口才还是挺好的，面对镜头侃侃而谈啊，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还是会做这个事情。我想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中国共产党不等于中国人民，我们生活在一个邪党的环境下，我们应该抗争。啊，我们应该像香港人那样抗争。后我就更坚定了，我更应该在海外继续的，像墙内的，例如微博，例如抖音啊，我会注册很多账号来发布这些事实真相，让更多的中国人清醒。我们应该联合起来打倒这个政党。中国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他应该允许人民对他有不同的看法，而不能因为我们对这个政党、对这个所谓的军队有不同的看法，就轻则行政拘留、刑事拘留，重则就杀人灭口啊！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太恐怖了，这不是一个国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地狱。那很多媒体报道的过程中，就把他塑造出了一个抵抗中国这种暴政的年轻人的这种典型啊、英雄啊。但是啊，我要说啊，就是这个王靖宇啊，最近被媒体披露出来，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这王靖宇啊被揭露出来啊，要从今年的年初开始说起啊。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在国内有一对母女啊，从中国跑到了泰国。
这个母亲的丈夫呢叫高志，这高志啊是个中国人啊。他呢早年啊是开过卡车啊，又当过保安，文化程度不是特别高啊。但是呢，偶然之间他学会了翻墙。翻墙之后呢，就看了很多境外的网站啊。看了境外网站之后，就觉得平时啊国内的这些宣传报道啊，跟海外报道的相差太大。尤其是19年的时候，香港的反送中啊，他看完之后，他非常同情香港的这些民主化运动啊，又对共产党镇压香港民主化运动，他觉得完全不能接受。当他把这些思想啊，这种想法跟周围的工友进行沟通的时候，别人都不理解，是吧？都跟他的态度相反。于是这个高志就觉得特别苦闷。在2020年的时候啊，这高志觉得前途无望，就买了一张机票，从中国飞到了荷兰，拿着一个旅行签证啊。到了荷兰之后呢，他就申请庇护，几经周转啊，他在荷兰拿到了庇护啊这个身份。那紧接着呢，他就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家人呢给弄到荷兰去啊，因为他当时去荷兰的时候是只身一人。那么今年年初的时候呢，中国的警察啊就到高志的家里啊，就盘问他的妻子，那他的妻子就慌了。于是呢，就匆忙之间带着自己的女儿就跑到了泰国，因为中国到泰国呢是免签的啊，你中国所有的人拿着中国的护照到泰国都可以待2个月的时间。到了泰国之后呢，她就想着怎么去到荷兰跟自己的丈夫团聚啊。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又收到了一封啊这个荷兰移民署的邮件。这邮件里就说，他说你的儿子啊准备炸欧洲的机场，我们也收到了这个威胁，要炸弹，要搞炸弹。那他这个妻子更懵了，说的我们现在已经接到了通知了，不允许你们到欧洲来登陆。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啊，高志在荷兰呢也收到了荷兰移民署的一个邮件啊，说你的儿子就是要轰炸欧洲的，不是轰炸啊，就是爆炸了欧洲的机场啊。那么而且呢，他已经承认了，而且他跟中国的官方啊还表示他愿意自愿遣返回中国。这高志听了就一脸懵啊。他儿子也包括他的妻子，在泰国这个地方原本是等待着跟他去会合，他怎么可能去要炸欧洲的机场呢？高志呢，因为文化程度不是特别高，他这时候就有点六神无主，他就开始求助他自己的室友。他的室友是谁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大名鼎鼎的王靖宇。这王靖宇怎么跟他住在一起呢？就是啊，在几个月之前，他们参加一场欧洲共同抵抗这个中共暴政的这么一个活动的时候认识的啊。他觉得这个年轻人呢口才非常好。王靖宇呢当时就跟高志讲，他说他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啊被人盯上了，共产党啊时刻准备把他抓回去，就问他这个地方能不能住。高志呢刚刚申请下来一个房子啊，这房子呢只有他一个人住，好几个房子都空着呢，因为他家人还没来嘛。他就邀请这个高志啊和他的女朋友到他自己家里住。到这里家里住之后呢，这高志和他的女朋友呢，就每天跟高志在一起嘛。那么高志于是就向他来求救，因为王靖宇的英语比较好啊。从此呢，这王靖宇呢就开始操办高志这件事情啊。王靖宇就跟他说，这事儿得接受媒体采访，因为王靖宇接受过很多媒体采访啊，他有媒体关系啊，就招来了很多的国外的媒体来采访高志。说你看到吗？中共又开始继续迫害高志一家呀。那有记者就问了啊，他为什么要迫害高志呢？说为什么迫害高志？就是因为高志跟王靖宇住在一起，他们是想通过迫害高志来迫害我王靖宇。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啊，有一天，高志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说他的妻子啊和他的孩子已经到了德国，到了德国的一个城市啊，他让他到德国呢去跟自己的妻子会面。这高志一听就很高兴啊，就连忙从荷兰呢就赶到了德国，一下火车就被警察给摁在地上了。这警察说啊，说有个叫林华展的人啊，说举报说高志啊准备就是去杀他，威胁要杀他，于是就把高志给抓起来。这高志一听就更懵了，说他根本就没有要杀这个林华展呢，而且那个地方也没有他的妻子和孩子啊，他整个就被骗到这个地方呢。那德国的警察查了几天，确实没这个事儿，就把这个高志给放了。等高志回到荷兰的时候，发现家里头已经人去楼空，王靖宇和他的女朋友已经不见了，家里就扔了几张王靖宇用的电话卡。那这个时候高志就有点怀疑啊，说这个王靖宇是不是整个这个过程中欺骗他的人呢？咱们按下不表啊，就是个高志跟王靖宇的故事。我们先回过头来讲一讲王靖宇的故事啊。这王靖宇呢，据他自己讲，他自己的父亲呢是一个国企的高管，还是人大代表啊，但是个身份非常可疑。他在这个3年前，2021年，他不是接受媒体采访吗？
啊，说这个共产党迫害他吗？这之后他就出了名。这个时候他是住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然后在这一年的4月份呢，这个王靖宇啊，他在网上贴出来了一张机票，这机票呢是他通过迪拜转机去美国的头等舱。他说要去到美国去啊，结果呢，他到了迪拜之后，他立马就被迪拜的警察给抓起来了。一开始呢，就把他放到了一个收容中心啊，然后呢，紧接着就把他关到了一个监狱里啊。那么当时迪拜的警方说啊，说王靖宇啊，好像是侮辱了伊斯兰。然后呢，后来媒体这个王靖宇呢就开始求助啊，他找了一个律师啊，紧接着他的女朋友啊就吴欢啊，后来呢事隔几天之后呢，也赶到了迪拜啊。他的女朋友吴欢到了迪拜之后呢，就用王靖宇的社交账号开始向全球来求救。现在这边已经是迪拜的时间凌晨，王靖宇刚才给我打了电话，但是呢，不到3分钟就被挂断了。他告诉我的情况是从昨天开始呢，每天晚上都有人来找王靖宇谈话。从晚上的7点到凌晨的1点，他们就是要恐吓王靖宇，要把他送回中国，并且他们告诉王靖宇，如果想要离开监狱，只需要承认自己以前的确在迪拜犯了罪，然后写一份保证书即可离开监狱。但是王靖宇是没有相信他们的，并且他们还拿走了王靖宇的电脑和平板，妄图给王靖宇制造一些其他的罪名。王靖宇打电话也被限制了，刚才我跟他通话不到3分钟就被挂断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由于他两个月之前不是接受了那么多媒体采访吗？很多媒体都认识王靖宇吗？于是就引起了媒体的这个关注。消息传出来之后呢，就王靖宇说，就是从我被抓到现在一共来了3次，第一次是中国驻阿布扎比大使馆过来的，然后2次是中国驻迪拜总领馆过来的，都让我签字。他们就讲，他说你把这个文件签个字，然后你就可以不用坐牢了，我们就给你买5月1号的票，从迪拜到广州的票，你就回广州。那这个消息传到海外之后，那就不得了啊！那媒体又开始纷纷报道啊。王靖宇他自己的解释说，他有美国的绿卡，但是他到了迪拜之后就被迪拜的警方给没收了。迪拜因为跟中国的关系好，所以呢想在迪拜把他扣押回去之后，把他弄到中国。那美联社当时就报道啊，就说你看有一个美国绿卡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结果还被迪拜给处理了。这美联社呢还专门去问美国的国务院，那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还专门就这件事情来发表讲话，说他对这个人权保障啊，对迪拜这边呢要表示关注。那么一直到5月份，5月27号吧，后来呢就在美国国务院的过问之下，这王靖宇啊就被释放了。释放之后呢，王靖宇就被遣送回了伊斯坦布尔。这伊斯坦布尔回去之后，他妻子吴欢还在那儿呢。据他吴欢自己讲，他说他这个王靖宇走了之后，那中国大使馆就把吴欢给抓起来了，关进了一个黑监狱。那黑监狱里头啊，连房间也没有，每天也不知道时间呢。然后进去之后，还看到很多维吾尔族人呢，也被关到里头，都在喊呐，那不得了，人间地狱啊！关了好几天，这个吴欢呢受不了了，绝食抗争，最后啊，这中国的大使馆才把吴欢给放出来。啊，这些报道啊，在国际媒体上引起了那么广泛的关注之后，都说你看这中共可不得了啊，这么害人呢，这么嚣张啊，在迪拜这个地方就直接设黑监狱啊，跟迪拜勾结呀，然后呢就要抓王靖宇啊。那王靖宇到了伊斯坦布尔说，这伊斯坦布尔也不能待了，太危险。那没办法，他这个就从伊斯坦布尔买了一张机票，就跑到了乌克兰。由于这件事情炒作的很大哈，这个时候呢就引起了一个人的关注，这个人叫傅西秋。这傅西秋啊是一个牧师啊，他早年是北京党校的一个教师啊，由于信仰这个基督教天主教啊，后来呢从香港又到了美国，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啊，就专门帮助中国的一些人士啊，这意见人士啊，比如说给他弄到美国去，就当时那个著名的医生高耀洁，到美国就是傅西秋帮助的。也包括那个陈光诚啊，陈光诚到美国，这傅西秋也做了很大的贡献啊。他平时这个组织呢，主要是报道一些国内怎么迫害基督徒的。这傅西秋啊，看到王靖宇的遭遇啊，就是个善心大发呀，于是专门从美国带着自己的同事啊，就赶到了乌克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派了2队队伍啊，最后还是把他们成功的从这个阿联酋先是王靖宇呢到了这个土耳其，那么他的
当时的女友呢是救到乌克兰啊，最后把王靖宇救到乌克兰，但中共又干上了，在乌克兰，这是乌克兰战争之前，乌克兰呢又给他们定位啊，在被绑架前2个小时吧啊，我们就又派了人去把他们救到了荷兰啊，在荷兰机场申请了这个难民身份啊，他们都被批准了。要营救王靖宇啊，因为这王靖宇当时到了乌克兰也说共产党要追杀他呀，这个时候不得了啊。最后呢，傅西秋啊就陪着王靖宇和他的女朋友吴欢，最后从乌克兰就飞到了荷兰。据王靖宇自己讲，他说过程极其惊险呐。他进入到荷兰海关之后啊，他说就差3个小时，怎么着？他的中国护照就被中国大使馆给注销了。一旦要是注销的话，他从乌克兰到荷兰的都进不去了。他说你看生死时速啊。他到了荷兰之后，到第2年4月份的时候啊，就获得了荷兰的这么一个庇护啊，也就拿到了一个庇护身份。然后呢，这中间他慢慢就消失了公众视野之外了。这之后啊，网上就陆陆续续就有人开始披露这王靖宇骗他，因为王靖宇一开始出名的时候啊，他给人感觉他非常有钱，他晒过一个银行的存折，说他有100万美金呢，是吧？但是呢，很多人就说这王靖宇啊，老是管他们借钱。借的钱也不多，一次借个100欧啊、200欧啊，借完就不还。你再找他还的时候呢，他就给你拉黑。然后呢，就有的呢就说王靖宇说给人办正币，有的人是说可以帮他做什么事情啊。总而言之，收了钱之后就不办事儿。然后你再找他要钱，王靖宇就说这个人呢就是特务，就是中共特务。那网上有一个人呢叫伊利森，这伊利森是个维吾尔族的孩子啊，他呢就跑到了乌克兰，从乌克兰这个地方呢想要这个流亡到欧洲去啊，当时也被乌克兰的法庭给抓起来了，最后呢也是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最后把他放出来了。这伊利森呢，艾尔啊，他在网上就说，2年前我相信王靖宇他是一个好人，我向他寻求帮助，反而换来的是他说我是骗子。今年1月，他在一个德国的媒体陷害我是中共特务，以及向中共的有关部门或者中餐馆收了3万欧元给一个人。王靖宇欺骗、恐吓、威胁的人有很多，比如流亡芬兰的赵先生，流亡冰岛的自由福建那个先生。所以大家不要轻易再相信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很狡猾，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利用你，欺骗你，从你身上获取经济利益。如果你看出了他的谎言以及真实面目，他会攻击你、陷害你、威胁你，他的手段很卑鄙。艾利森后来就说了，他到了波兰之后，波兰的警方调查他，说他根本就不是这个中共的特务啊，也不是中共的间谍啊，所以没办法呀，这艾利森还在网上维权。但是由于王靖宇在网上名气大呀，所以这些人对王靖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投诉啊，好像都没有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那真正发生关键转折的呢，就是今年的年初，美国的公共广播电视台有一个记者叫弗兰克，这王靖宇不是四处在找人就报道这个高志被骗这个事情吗？被中共迫害这个事情吗？这个弗兰克就来报道了。弗兰克报道的时候呢，高志和王靖宇不就出示了一个邮件吗？说荷兰的移民局给这个高志的邮件，说你的儿子要炸机场吗？结果当时啊，就是这个弗兰克看完之后呢，他就给这个荷兰的移民局发了一个邮件，核实这件事情。一开始移民局啊就说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我们不能告诉你。结果他采访完之后呢，要继续做这个报道啊，他还是不死心。后来他就亲自找到荷兰的移民署，就问这件事情。那移民署就告诉他，他说这个邮件呢是假的，是伪造的。当时弗兰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有点懵啊，说这个整个这个故事这么传奇，这个邮件是伪造的，这谁伪造的？难道是高志伪造的吗？还是另有其人伪造的呢？于是他们就跟高志联系啊，于是高志呢就陆陆续续给了他700多封邮件，就是他妻子的，还有什么荷兰移民署的，还有什么中国的警察的，乱七八糟，反正一大堆700多封邮件。于是这个弗兰克就开始仔细研究这700多封邮件，越研究啊就疑问越多，感觉这个高志好像就掉进了一个骗局。
而这个骗局的这个所谓设计者啊，给人感觉就是这个王靖宇。为什么呢？这里头有几个比较关键的证据啊。第一个，就当时王靖宇啊，让这个高志啊注册了一个网上虚拟的信用卡，然后这个高志啊，他自己的银行账户就是跟这个虚拟信用卡就绑在一起了。结果等高志啊从德国回来的时候，发现他这个账户里头一共有1.7万美金都被花光了。那么这个弗兰克呢，就研究这些网上的这个刷卡记录啊，因为高志自己说这个虚拟的信用卡他是自己没有用过的，是王靖宇让他注册的，注册完之后帮他解决问题嘛，所以只有王靖宇一个人知道这个虚拟信用卡的账号和密码。当然结果这1.7万美金都被刷没了。最后发现呢，这1.7万美金刷到哪儿去了？有携程买机票的，有在德国坐车的，还有在那个荷兰点外卖的。其中有几个这样的一个刷卡记录啊，就指向了王靖宇的PayPay。还有更可笑的，他说这个那高志不是到德国去被德国的警察抓了吗？那个曝光他的人呢叫华林展。这华林展是谁呢？这华林展呢就是王靖宇的好哥们儿，他们俩是哥们儿。还有更可笑的，当时这个王靖宇啊给高志听了一段录音，说这段录音呢是这个德国的警察啊跟他的对话，吓唬这个高志的啊。因为高志听不懂德语嘛，听不懂英语嘛。结果呢，这个高志就把这个录音呢给了个弗兰克去听。弗兰克一听就不对呀，因为那个里头那个人说话这个声音他认识啊，是德国的一个记者啊。于是他就把这个录音发给了那德国的记者。德国的记者说：“对，没错，这就是我跟这个王靖宇对话的。”结果后来这个弗兰克就约这个王靖宇采访，王靖宇一开始答应了，后来又说没时间，最后两个人在网上对话啊，弗兰克就把这段录音发给了王靖宇，说这不是德国那个记者吗？你为什么跟高志说这是一个警察呀？结果这个王靖宇开始东拉西扯。 The Gao family thinks that you were working behind these fake accounts, the Dutch immigration account, and that you and other people stol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dollars from them. So this is ridiculous. It's ridiculous. It's ridiculous. And I promise I will sue all of them. You will sue all of them. Have you ever called in a bomb threat? Ever? Never. Have you ever sent an email and made a bomb threat? This is, be honestly, it's ridiculous. Do you consider yourself as a fighter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No, I think I'm just a normal people. Oh. Just a normal person? Yeah, correct. I don't think I'm like an activist or human rights defender. This is not my. This You're is, not an activist? I don't think so, but this is not my work. I mean, anti-Chinese authorities is not my work. Wait, you're saying that anti-CCP is not Of your course, work? it's not my work. I mean, I don't need to use this to make money or. Oh, I didn't ask anything about you using it to I make money. understand, but I just want to say. 至此呢，这个弗兰克经过他自己的调查，就终于把王靖宇诈骗高志这件事情呢给揭露出来了。这中间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说这个王靖宇啊，在跟这个弗兰克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还催过弗兰克说：“你赶紧发报道吧，你再不发的话，美联社就发了啊。”结果果不其然，美联社啊就在这个美国电台发布之前就发了自己的报道，而那篇报道呢就把那个荷兰移民署的那个假邮件呢都当真了。要说美联社啊，在王靖宇的这个问题上确实有点丢人，在王靖宇的几篇报道过程中都没有核实，都发了。当然，整个这件事情，弗兰克这个报道啊出来之后啊，这美联社也觉得实在是没有面子啊，就把他自己的这些报道都撤下来了。后来，弗兰克就把他整个这个调查结果呢，就发了一篇报道，就把王靖宇啊诈骗高志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给搞清楚了。那由此呢，高志也终于明白这个王靖宇就是诈骗他的元凶，于是就向荷兰的警方报了警。到现在为止啊，荷兰的警察正在调查这件事情啊。那么整个王靖宇啊这个诈骗这个过程啊，大致就是如此啊。接下来我来讲讲我自己的看法。我说啊，这王靖宇诈骗的手法应该说是极其拙劣的。他一开始啊诈骗的当然不是高志了，他是诈骗的西方的媒体啊。你就比如说他说他当时之所以为什么到国外呢？他是因为为了支援香港
结果被中国的警方给盯上了，他跑了。他说他跑的是2019年的7月11号，但是我们查了一下啊，这王靖宇跟他的女朋友拿到护照的时间是7月10号，也就是说拿到的护照的第2天，他们俩就出国了。世界上还有这么巧的事情吗？他第1天拿到护照，第2天他在网上声援这是这个香港，然后呢就被中国警察给盯上了，于是他就跑了。你申请护照，你还得申请个1个多月呢嘛。所以王靖宇当时实际上出国肯定是有计划的，第1天拿到护照，第2天就走了。所以他当时说他声援香港的事情，肯定就是胡说八道，但是没有媒体去核实，这是一个方面。第2个方面，这王靖宇啊，当时去迪拜的时候，他说他有美国的绿卡，他当时在网上还炫了一下他美国绿卡的这个照片。结果美联社啊在报道他的时候就说他有美国的绿卡，但是你想想，这个美国的绿卡啊，他当时19岁。他想拿美国的绿卡也不是那么容易啊。他说他的美国绿卡到了迪拜之后被迪拜的警察给没收了。按道理来讲，如果迪拜把你的绿卡没收的话，你到美国驻全球任何一个大使馆都可以补办绿卡。你补办完绿卡之后，你不就可以去美国了吗？结果王靖宇没有啊，说他在伊斯坦布尔待不过去，之后就跑到了乌克兰，要去到荷兰去申请政治庇护。你想想这不符合常理，对不对？也没有任何媒体去核实。傅西秋就帮助他的傅西秋，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在网上就发了一个帖子，说王靖宇啊，经过他们的核实，确实没有美国的绿卡，而且呢，他当时谆告诫这个王靖宇说，为人处事要诚实为人呐，上帝都在看着你呢，你先把你在荷兰啊欠了那么多人的电话费，你给人还过去，你至少不让人垫付的这些人为你来支付啊。所以傅西秋肯定现在是非常后悔帮助这个王靖宇，但是傅西秋自己说实在的，他自己也审核这些信息不认真呐。这王靖宇啊，当时在他们的网站上发了一个声明，这声明过程中间呢，他就引用了啊重庆市警察说给他发了一个邮件，这警察这个邮件呢就说你王靖宇啊，你这个做出来的对这个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让你赶紧回国来自首。那封邮件我一看就是假的。他那封邮件发的那个信息啊，什么重庆啊，什么那邮件啊，我搜了一下，是重庆市一个区举报网络诈骗的这样的一个邮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举报网络诈骗的邮箱会给王靖宇发邮件吗？按照公安机关的办案程序，显然是不可能的。就是举报的邮箱，这种邮箱是不会再给你发邮件的。而且他那个写的那些话，你只要在中国生活过，你就知道他不像是警察写的。包括王靖宇啊，给那个美国之音啊和自由亚洲提供的那个警察威胁他的话，说限你3天回来自首，否则的话你父母没有好下场。这话像是一个中国警察写的吗？而且王靖宇如果是逃到海外了的话，如果要是办他这件事情呢，也不是重庆市一个区的警察局来办的。所以你只要稍微懂得一些中国警察办案的程序都不会上当，但是没有人去核实。这里头啊，我就说这么拙劣的这些欺骗的手段没有被人识别出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荒唐啊！这是第一点啊。第2点，就是在王靖宇的诈骗过程中，这些海外的媒体啊起到了一个不可缺少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王靖宇就诈骗其他人的是说，你看到吗？美联社报道我呀。这自由亚洲报道我啊，美国之音报道我呀。那么为什么这些媒体会在王靖宇上栽跟头呢？我个人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王靖宇喊反共口号啊，打倒共匪啊，只要一打倒共匪，这些人马上就开始上去就报道他了，也不去核实了。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2022年11月份啊，这王靖宇在网上发了一个视频。抓住共匪了啊！是，他说海外的那警察啊，中共的警察来骚扰他，然后呢他就报警了。报警之后，警察就把这个共匪给抓起来了。就是这么一段没头没尾的视频啊，结果就引起了很多媒体的报道，自由亚洲也包括台湾的中央社都报道了，说是你看到了吗？中共的海外警察去骚扰王靖宇，结果被荷兰的警方给逮捕了。结果就这个新闻呢，我们就在网上去搜这个荷兰的警方后续处理这件事情，我们没有搜到任何报道。
所以啊，我觉得啊，王靖宇这件事情一定是报的假案，他就是随便找了一个理由，再报了一个警察，让警察去盘问一下里面这个人，然后他在网上就说：“你看，抓到共匪了。”反正那些警察也听不懂中文，对吧？你想想，他当时把这个高志骗到德国，他不也是报的假警吗？就说让那个华林展就说这个高志去要杀他，所以王靖宇这个骗子啊，他其实就是利用很多海外对中共的仇视不停的采用这种诈骗的方式。最后我还想讲一点呢，就是海外这些就是打着反共旗号的人其实有2类，一类呢是真的是因为自己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但是还有一类其实很多人通过反共是希望能够获得政治庇护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因为在中国很多也有经济移民希望能够跑到海外去，能够获得庇护那获得庇护也不是那么容易那最简单的方式实际上就是通过走政治庇护这条路。王靖宇其实就是如此。2019年他们跑到了土耳其，因为土耳其那个地方中国人到那个地方电子签就可以了。那么他在土耳其待了2年之后呢，他想拿政治庇护怎么办呢？于是他就开始碰瓷儿国内的警察。你想一想，你就算是对中印边境的这个事情发表意见，你至于到绵阳市警情通报的那个信息下面去评论吗？他是唯恐警察看不到唯恐警察不处理他，结果中国的警察就上当了，于是呢就对他进行拘留，然后往上追逃。于是你想想，他就变成了一个被中共迫害的人。最后呢，又通过这个方式成功的拿到了荷兰的庇护。所以在我看来，这王靖宇就是通过碰瓷儿拿到了这么一个政治庇护。而为什么他能够诈骗成功呢？也很大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媒体把他曝光成了一个反共英雄。所以他在诈骗的过程中，你看美联社对我的报道，什么 BBC 对我的报道，所以很多人就放松了警惕。如果不是这弗兰克这个记者通过这样一个这个长时间的调查，最终揭露出来王靖宇那王靖宇可能还会骗更多的人。那最后我还在想我觉得在海外反共不反共重要不重要我也不知道但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还是要擦亮双眼能够识别那些打着反共的旗号进行诈骗的人。大家想一想，郭文贵为什么能够骗那么多钱？不就是他天天打着一个反共的旗号就够诈骗吗？这王靖宇当然没有郭文贵那么大能量但他也是打着反共的旗号搞这种小规模的诈骗吗？那么为什么人会上当呢？很多人就认为好像反共就是跟我们一起的，反共好像就是同一战线的，殊不知有些人喊反共口号的时候，其实盯的就是你口袋里的钱。所以在我看来不管对方是不是反共，我们在海外生活的时候一定要多一个这个心眼儿，对所有这些人这个打着反共旗号的人要认真的辨析，因为在那个群体里头，既有理想主义者的坚持者，也有很多就是十恶不赦的骗子。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后我就更坚定了，我更应该在海外继续的，像墙内的，例如微博，例如抖音我会注册很多账号来发布这些事实真相，让更多的中国人清醒。我们应该联合起来打倒这个政党。请大家不要再被他欺骗了，因为他不仅欺骗你，他还威胁你，